天底下呀，这个母亲呢是最疼孩子的。那可以说这孩子要有病啊，那这母亲得是竭尽心力的围着孩子转，得把这孩子尽可能养得健健康康的。可是你听说过这孩子本来没病，这当母亲的非得把孩子折腾出一身毛病来，而且这孩子本来呢已经有健康成长的这个可能了，他非要扼杀这种可能，让孩子装出各种病症来，并且让大夫相信他，让全社会人都信以为真。这样的母亲您听着可能是非常非常奇葩。咱们今天就给大伙说一说这样的一对母女。这对母女呢可以说瞒了身边的人20多年，几乎是身边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尽职尽责的伟大母亲，这是一个非常可怜的打小就患上很多疾病的女儿。可是呢，这对母女俩呢欺骗了全世界，欺骗了有20年。这事从哪儿说起呢？咱们得从2015年的6月4号，有个叫做吉普西的美国女孩在 Facebook 平台上更新了一条非常奇怪的信息。这信息呢就这么几个字，叫那个贱人死了。这句话就像一个惊雷一样炸在 Facebook 的主页上。那么这个女孩平常呢有不少关注她的人，也有她一些朋友，看了这条信息以后立马产生一种莫名的不安。因为熟悉这个女孩的朋友都了解，在他们认知里这个女孩绝对不会用这种方式来说话。所以这些人就怀疑她的账号被黑了，被盗了，就开始在下边纷纷留言问怎么回事。没过多久，这吉普西的账号又紧接着发布了第二条信息。这条信息更不得了，怎么写的呢？我杀了这头肥猪，然后强奸了他天真可爱的女儿。嚯，多吓人呢！这条消息立马引起了所有人的重视。这时候吉普西的朋友和邻居们立即赶到他的屋子，他家里查看一下情况，同时呢报警了。警察破门而入，发现呢这个吉普西的母亲迪迪身中数刀，倒在血泊之中。这警察找遍了现场，也没有找到吉普西的身影，家里的现金也被洗劫一空。这个案子一经媒体报道，轰动了整个美国。为什么呢？因为这吉普西不是普通人，她是美国密苏里州一个知名度很高的残障女孩。那么她悲惨的身世呢，和她后来乐观向上的精神，曾经给很多绝望的人带来过希望和慰藉。如今呢，一直照料她的无微不至的母亲迪迪惨死了，而可怜的女孩吉普西的安危和去向立刻成了大家最关注的问题。那么这吉普西到底去哪儿了呢？咱们把这个故事再从头给大伙捋一遍啊。这个吉普西呢，身高只有1.5米，是个瘦瘦小小的姑娘。她呢是一名早产儿。2015年呢，她这个出事的时候呢，这吉普西呢已经20多岁了。但是由于呢染色体上的缺失，她从小就得了多种致命的疾病。你比方肌肉萎缩症、重度哮喘、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眼睛也有病，还糖类过敏、白血病等等等等。反正一出生呢就住进了重症监护室。他的视力听力都有不同程度的问题，包括他的智力。他就长大成人以后呢，他的智力也一直停留在7岁小孩的水平。那么一直以来呢，由于这个肌肉萎缩症的困扰呢，这吉普西半身瘫痪，没法独立行走，不管走到哪儿呢，只能坐在轮椅上面。你看他这小脸比较苍白，眼睛上还架着一副大大的眼镜，总戴着一顶帽子遮盖因为化疗而掉光的头发。他的胃部呢插有这个进食的导管，由于牙齿严重磨损，他要依靠胃流食这胃食管来进食。再一个，由于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的影响呢，吉普西睡眠的时候需要靠呼吸机维持生命，一年的近几十次急诊时，似乎永远在接受治疗。那病情严重的时候呢，他是需要随身的带个氧气瓶来维持生命。虽然这个吉普西呢深受病痛折磨，但是许多人觉得他还是被上天眷顾的，因为他有一个无微不至照顾他的妈妈，就这个迪迪。吉普西的母亲迪迪呢来自这个路易斯安那州，看起来呢就是一个胖胖的和蔼可亲的母亲。这个迪迪没有工作，
因为他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用来照顾女儿吉普西身上了，他没有精力再工作了。那么这对母女早年间在路易斯安那的遭遇确实值得人同情。这个迪迪在24岁的时候呢，认识了比自个儿小7岁、刚刚17岁读高中的这个罗德。这罗德呢，就是吉普西的生身父亲。两个差7岁的人呢，迅速就恋爱了。交往很短一段时间之后呢，这迪迪怀孕了。那时候对罗德来说呢，唯一觉得合理做法呢，就结婚。就这么着，两个人呢奉子成婚。可是没多长时间呢，这罗德觉得这次婚姻来得太快了，自己还是孩子呢，你说就有孩子了，自己没准备好。就这么着呢，在吉普西出生前呢，两个人就分居了。1991年呢，吉普西出生以后呢，这迪迪呢对外说他得不到罗德的任何帮助，他只能带着女儿回到自己的娘家居住。那么根据迪迪的说法呢，自己这位前夫罗德是个游手好闲的酒鬼、瘾君子，还吸毒，并且脾气呢非常暴躁，有暴力倾向，甚至会嘲笑女儿的残疾。在这方面呢，两个人呢是永远没法达成共识，所以在吉普西4岁的时候，就是1995年的时候，两个人就离婚了。离婚以后呢，吉普西的病情越来越差，迪迪就一个人带着女儿看病，独自抚养吉普西长大。这么多年来呢，迪迪为了更好的照顾吉普西呢，牺牲了自己所有的事业和时间，想尽办法陪在孩子身边，四处筹集能够维持女儿生命的医疗费，哪怕自己过得再紧，也尽可能给女儿买些她想要的玩具，让女儿开心点。那么一晃呢，这孩子14岁了。2005年呢，卡特里娜飓风袭击了路易斯安那州，当时数以万计的房屋就被这风给摧毁了，无数居民无家可归。这迪迪呢，带着女儿吉普西呢，算是活下命来了，艰难的爬出了已经坍塌的房子。这大风把这房子都给刮塌了。后来母女俩呢，被安置在路易斯安那的一个特殊的避难营里。但是面对这一切苦难呢，这娘俩没有放弃希望，反而呢，给周围的人鼓励打气，给大伙唱歌，告诉周围所有的灾民，一切都会好起来。你看两个人这种情况，在灾难当中都表现出来自己的勇气和乐观，这个就感染了周围的每一个人。避难营的工作人员呢，也被这个母亲和残疾女儿相依为命的故事打动了，母女俩很快成了当地的名人。那经过媒体的大肆报道呢，在避难营工作人员和慈善组织共同努力下这迪迪跟吉普西娘俩在2005年9月的时候，从路易斯安那呢搬到密苏里州。就密苏里州那边的好心人接纳了他，还给他安排了住处。那么来到密苏里州之后呢，迪迪跟吉普西的故事呢，进一步就为大众所知。那么一个被酒鬼丈夫抛弃的单身母亲，带着生病的女儿到处筹集医疗费，你想想这是一个多么这个催人泪下的故事。这当地媒体呢，你肯定不能错过这样的新闻呢。于是迪迪跟他女儿吉普西经常被基金会邀请去演讲，接受各大媒体采访。你看，尽管这个吉普西呢身患重病，但他每一次出现在公众和镜头面前的时候呢，总会是面带笑容。你看，因为长期的抗癌治疗，吉普西所有的头发都掉光了，牙齿也非常松动，说话的时候流口水，口齿不清。但是大家都相信，这个小女孩脆弱的外表之下有一颗天使一样的心。你看，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绝症天使，这种人设是非常能戳中人的泪点的。那很多人一听这受不了掉眼泪。而他的母亲迪迪呢，那更是感动美国的人物。您面对女儿吉普西呢，他最常说的就是我生来就是为了做你的母亲，虽然是我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但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后，就是你一直在带着我前进。你听听这话，反正你要是心理正常的人听这话都得感动的掉眼泪。就这种为母则刚的态度，你想美国人能不被感动吗？那么随着这娘俩的故事传播开，这娘俩的影响力和名气是越来越大。2007年呢，吉普西呢被美国欧利基金会评选为年度儿童。其实这个时候呢，他已经16岁了，已经不能算儿童了。可是你从外表看呢，就像个小孩似的，身高你看才1.4米而且说智力才停留在7岁儿童状态。
2008年的时候，国际慈善机构的仁爱之家在密苏里州呢，专门给他们提供了一栋别墅作为住所。慈善机构呢，甚至把房子都涂成了粉色，还精心安装了轮椅滑坡，为的就是让这个处在7岁智力水平的吉普西呢，能够快乐的生活，方便的出行。这吉普西呢，去其他州看病的时候呢，就会有好心人士和飞行组织给他们提供免费的机票。迪士尼乐园呢，还给他们提供了免费的迪士尼一日游。你看这个命运呢，好像对这娘俩不太公平，但是呢，生活的重担并没有压垮他们，反而让他们成了更加乐观和友善的人。吉普西的邻居们呢，也对媒体说吉普西是个特开朗的小孩，他被一个无比细心耐心还乐于助人的母亲照顾，而迪迪呢，更是一个积极乐观的母亲，总是和周围的人呢处得特别好，天天脸上挂着笑容，还热情的帮助邻居处理一些生活琐事，还经常邀邻居到家里做客，给大伙做饭。所以他这邻居们呢，很喜欢这娘俩，而且尽自己所能的帮助这苦命这娘俩。人们都说一旦你认识他们呢，你会终生难忘。在外人眼里呢，这娘俩是完美的一对母女。然而这一切的美好，就在我开头说的2015年6月4号，随着吉普西 Facebook 发这2条信息之后，所有的美好是戛然而止了。那回到咱开始说的2015年6月4号，这个 Facebook 上吉普西更新了2条信息后呢，迪迪的邻居叫吉姆，他是第一个反应过来的，他就马上给迪迪打电话，但没人接。吉姆的丈夫就说咱们得到迪迪家看看，别真出什么事儿。但他到家里的时候呢，房子外面已经聚集了一群担忧他们母女安危的邻居了。他们一起敲门呢，没反应。这时候吉姆呢就打了美国的报警电话，美国报警电话呢是911。所以你这知道为什么那911恐怖事件选那么一天，因为911是美国的报警电话。那警察打开门之后呢，发现屋子里没有任何抢劫或者争斗的迹象，但是吉普西所有的轮椅都在屋里放着。这吉普西是离不开轮椅的，可是这些轮椅都在屋子里，这很多人就担忧，说他母亲没了，没轮椅的吉普西现在到底在哪儿呢？你等警察发现迪迪的尸体呢，一看呢，他母亲是被人用刀捅死的。根据尸体的状况看呢，已经死好几天了，但还是没发现任何有关吉普西去向的线索。这人呢，一方面呢为这个母亲的死感到叹息，另一方面呢也为吉普西生死不明、下落不明这个状况感到揪心。那么警察第一时间呢开始调查这个案件，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呢，警方就追踪到发这条 Facebook 状态的 IP 地址，因为这一点在美国这高科技是没问题的。地址指向了威斯康辛州一个叫尼古拉斯的人，就是他的 IP 地址代替这个吉普西在他的 Facebook 账号上发出这2条消息。那警方的行动非常迅速。第二天呢，他们就包围了威斯康辛州尼古拉斯的房子，对他进行抓捕。那经过短暂的僵持呢，这尼古拉斯很快就投降了，给抓起来了。这是个小伙子。到这个家里一检查呢，搜查呢，很幸运，吉普西呢就在尼古拉斯家里边，而且没有受到任何伤害。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吉普西为什么会跟杀害自己母亲的凶手待在同一个屋檐下，已经待了好几天了？原来呢，这个尼古拉斯不是别人，是吉普西在网上认识的男朋友，2个人是男女朋友关系。他俩呢相识于2011年。这个尼古拉斯呢完全不介意吉普西半身瘫痪，只能坐在轮椅上。他俩在网上已经秘密交往了4年，甚至已经俩人开始计划结婚，并且连孩子名字都取好了。说到这儿，您可能觉得意外，说吉普西的智力水平不是只有7岁小孩那么高吗？怎么能有这么详尽和完整的关于爱情和婚姻的想法呢？7岁孩子就想结婚？那么除了这点疑问之外呢，警方还有一点更令人惊讶的发现这个吉普西离开轮椅没问题，他是会走路的，而且他也不用那个进食管和氧气瓶，他完全可以正常生活，而且他口齿清晰，根本不是之前大家见到那个病了吧唧的那个残疾女孩，甚至他脑袋上一头秀发，不是长不出头发，有头发。
那么更让人没有料到的事呢，还在后边。这个被捕之后啊，尼古拉斯对谋杀迪迪的罪行供认不讳，说几天前呢，尼古拉斯进入迪迪的房子，用刀捅死了迪迪，而这个案件发生的时候呢，吉卜西就在隔壁的房间。听着这一切发生，甚至还给尼古拉斯呢提前准备了胶带、刀子和手套这些行凶的工具。警方呢还还原了两个人曾经发过的信息，找到一些证据，表明呢吉卜西曾经直接询问过尼古拉斯：“你能不能替我把我母亲杀了？”而且他这个想法也不是突然诞生的，早在1年前，就是2014年的时候，吉卜西就曾经想过要杀掉他母亲迪迪，而且和尼古拉斯已经筹划许久了。最终在2015年6月的这一天，他们把这想法付诸行动了。那把迪迪杀掉之后呢，两个人一同来到威斯康辛州尼古拉斯的家里头生活。说他们杀了人，为什么还在 Facebook 上发这条状态呢？他就是希望警方呢早点发现这桩凶杀案，早点了结这个事儿。从这一点来讲呢，那这俩人毫无疑问他不是惯犯，他只是呢偶然的想到要用这种方式终结他母亲的性命。可是这一点大家就奇怪了，这个女儿把对他无微不至照顾的母亲给杀了，他得多大的深仇大恨呢？所以呢，了解情况的人是一片哗然。你说迪迪如此尽心尽力照顾吉卜西这个身患重病的女儿，你说这吉卜西得多恨他母亲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呢？而且吉卜西为什么突然间重获健康了？之前种种疾病居然都好了？那么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从迪迪这个母亲身上入手，发现这个完美母亲的假面呢，这完美母亲的假面被一点点给撕开了，就是事实跟大家想的，跟大家原先看到的完全不一样。那面对为什么要杀死自己母亲这个问题，吉卜西是这么回答的。他说，对于一个真正生病的人来说，我母亲迪迪是个完美的母亲，而问题的关键是呢，我根本就没病。说到这里，大家应该猜到了，吉卜西所谓这些病，什么急性白血病啊、肌肉萎缩症啊、呼吸中止症啊，都是他母亲迪迪编造和想象出来的。就在过去20几年里，迪迪一点点对女儿吉卜西和外界所有关注他们的人布下了这个骗局。其实呢，这吉卜西出生的时候啊，身体健康，一切正常。可是到了他3个月那会儿，迪迪第一次把吉卜西带到医院。迪迪对大夫说，他认为他女儿有睡眠呼吸中止症，晚上睡觉的时候经常停止呼吸。那么大夫根据他提供的情况呢，进行了几轮的检查，还对吉卜西用上了睡眠监测仪，最终也没有检查出任何问题。可是迪迪呢不接受这个事实，带着自个女儿又去其他医院接受各种不同的检查，并且有了这么第一次经历之后呢，迪迪开始变本加厉的宣扬吉卜西的健康有问题。他甚至跟前夫罗德说咱们的女儿有染色体缺陷，而吉卜西几乎所有的健康问题都跟染色体缺陷是有关的。很快呢，这个事情越闹越大。这迪迪呢每隔一段时间呢都能给吉卜西想出一个新的健康问题，去见新的医生，去吃新的药，甚至为了能够更好的描述病情呢，因为这孩子本来没病，他为了描述这病情，这迪迪甚至申请去当了一段时间的护士助理。在这段期间，他记下了各种病症的病情描述，并且把这些病情绘声绘色的套在了吉卜西身上。对于人们提出有关吉卜西病情的这个问题呢，他能够对答如流，因为他当了一段护士助理。在路易斯安那州生活的时候呢，迪迪每隔几周就会去儿童医院给吉卜西看病。他就跟大夫说，自己这女儿每个月都要抽筋好几次，可能是有癫痫，让医生给他开防止抽筋的药。迪迪还一直称吉卜西有肌肉萎缩症，尽管这个大夫呢给他做了肌肉活检，毫无迹象能够证明吉卜西患这类病。而且有很多大夫都专门检查过吉卜西的双腿，给他照过 X 光，检查过肌肉，都找不出来他为什么站不起来的原因。另外呢，迪迪坚持说吉卜西眼睛和耳朵有问题，视力低下，耳部呢还频繁感染。那根据迪迪的描述呢，医生尽职尽责的对吉卜西进行了治疗，所以只要吉卜西有点小感冒、小咳嗽，
都会根据迪迪的描述，他有更严重的病啊，别因为这个引发并发症啊，都会把吉普西在小感冒情况下都送到急救室去。那么其实吉普西的很多症状都是人为导致的。他母亲迪迪认定吉普西有病，并安排他做了10几项根本不必要的手术，比方说胃部手术、眼部手术、唾液腺切除手术。你想经常做眼部手术，就会使他的眼部肌肉松弛，耳朵里常年塞着导管，导致耳朵发炎。吉普西身上插着各种各样的管子，他几乎都不怎么用嘴吃饭，一直靠食管呢把营养液导入身体来进行食物摄取。你这种情况下，造成他最终被营造出身患重病、命不久长这么个样子。那么在现实当中呢，吉普西呢一直被母亲强迫的过度医疗，母亲呢还经常去偷医生的处方单，到药房呢用假处方肆意开药，强迫自己女儿吃下很多抗癌的药物。你看他剃光了吉普西头发，假装是化疗的伤害，甚至还谎报他年龄，对外宣称他智商只有7岁。为了营造吉普西弱智的状态呢，这个母亲迪迪呢就让吉普西穿童装看低级动画片，保持那种小萝莉的状态。这表面看呢只有那么10几岁的吉普西，其实他年龄当时已经有20多岁了。那说到这儿，大家可能又有疑问，说吉普西是一个正常健康的孩子，并且不是一个弱智，那他在被照看的过程当中，他自己就没产生过疑问，就没发现自己是健康的，自己就没发现自己没有母亲说的他那些病吗？其实呢，吉普西呢早就曾经对自己的身体情况产生过怀疑，但每到这个时候呢，他母亲总会用各种掌握的医疗专业词汇给吉普西洗脑，并且时不时向吉普西哭诉，这么多年呐，我这当妈有多不容易啊。所以每当这吉普西不想吃药、不想检查的时候，迪迪就会非常严厉，有时候骂他，有时候甚至打他，意思我这当妈都为你好，你怎么不知道心疼我呢？让你吃药你不吃，让你看病你不去。那么随着这个迪迪对女儿的控制欲越来越强，他的做法越来越极端。你比如说当着儿童福利署来访的时候，迪迪为让女儿少说话，就会强迫吉普西吃一些嗜睡的药物，故意营造出一种生病的假象。在出席任何公众场合的时候，迪迪都会在他女儿的牙龈上涂上一些麻醉剂，造成吉普西流口水不止，就看着也说话都不利索。同时呢，在镜头面前呢，这母亲总会看似贴心的紧紧握住女儿的手，表面上是关爱吉普西，实际上却在操控他。母亲会用指甲掐他作为警告，表示他你应该说啥，不应该说啥，你应该笑，应该怎么着。而且迪迪还谎称吉普西对糖严重过敏，说这先天就1型糖尿病，他一口甜食都不能吃。万一这个吉普西偷吃零食被母亲发现的话，母亲二话不说就1针胰岛素给女儿扎下去。你看我是糖尿病，我知道这个，你这个没吃甜食的时候，你给打胰岛素容易造成低血糖。尤其对一些没有糖尿病的人，他就吃点甜食，他的胰岛功能也足以化解。你要真给他打胰岛素，也可能造成低血糖。但是吉普西自己知道，他对糖根本不过敏。有一次，他趁着母亲睡着之后呢，偷偷吃了很甜的蛋糕和喝了牛奶，一点事都没有。那么逐渐的，这吉普西发现自己离开轮椅是能走的。但是他从小生活在母亲的高压管控之下呢，吉普西没有任何朋友。他所有的回忆都是往返于家和医院之间，他不敢违背母亲的意思，所以他一直生活在痛苦和恐惧当中，这就像绑架一样的生活。吉普西忍了20年。除此之外呢，迪迪因为害怕吉普西暴露自己没生病的事实，他不允许女儿打扮，不允许女儿社交，当然更不许女儿交男朋友。可以说外界看到的吉普西有多可怜，他的妈妈迪迪控制他的手段就有多恐怖多过分。一直到这个2011年呢，吉普西在网上认识了男朋友尼古拉斯，两个人聊得很投机。在网上聊一阵子之后呢，吉普西趁着母亲出门不在家，偷偷跑去跟尼古拉斯在酒店见面了。他母亲知道之后，马上冲到酒店，把吉普西给抓回家。回到家里头那一阵拳打脚踢，还得把他电脑给砸了，把女儿锁在房间里，而且威胁他，你要还跟尼古拉斯交往的话，我就把你脑袋打碎了。虽然后来呢，家里换了新电脑，但是吉普西呢被禁止一个人上网，只有在他妈妈监视之下才能上网。
以至于后来她都是3更半夜趁她妈妈睡着了才敢偷偷起床用电脑跟男朋友聊天。那么接触了网络，接触了男朋友，她才终于意识到自己没有母亲所说的那么不正常，她才意识到自己可能本身就很健康。这么多年呢，她母亲出于吸引大家关注，利用她挣钱，过上好生活这种目的，一直在控制她，一直在说她有病。那随着年纪一天天增大呢，这个吉普西有了谈恋爱的渴望，但是这一切在这样的家庭里就成了最大的奢望。就这样呢，原本这逆来顺受的吉普西人生轨迹就发生了改变了。他想逃离他妈妈控制他的魔掌，可是呢，一时半会儿逃离不了，他就向自己的男朋友求助，希望通过杀死自己的母亲结束这罪恶的一切。就这么着，2015年的6月14号，在男朋友的帮助之下，吉普西呢把母亲给活活杀了。那听到这儿呢，其实还有一个让他人很难理解的地方，就是迪迪曾经带着吉普西去过这么多家医院，看过这么多个医生，甚至还做过多次手术，难道这些医生就没有怀疑过吉普西没病吗？这个是因为迪迪曾经告诉医生，吉普西的出生证明以及所有的病历在2005年那个路易斯安那州那场飓风当中丢失了。可是即使这样，迪迪这一系列拙劣的伪装手段，在大夫眼里，作为专业人士应该一眼看穿呢。那其实呢，有一位儿童医院的精神科医生叫贝纳多，他详细检查了吉普西之后呢，再结合他母亲迪迪所描述的情况，他就怀疑有病的人不是吉普西，而是迪迪。说这迪迪呢患上了代理型孟乔森综合症。什么意思？这种综合症就是指护理者故意捏造或者夸大受护理者的心理、生理甚至精神方面的问题。简单来说呢，就是通过伪造病情博取外界的关注和同情。那既然这位儿童精神科医生看出这点了，为什么在当时没采取任何措施呢？因为贝纳多医生认为这娘俩在公众面前实在太有名了，自己又没有确凿的证据，大家可能不会相信他。而且这母女只来过自己医院一次，再就没来复诊，可能是觉得这个医生有所怀疑，这迪迪就躲了。那实际上呢，就算是医生也很难发现或者很难证实这个迪迪有孟乔森综合症。为啥呢？因为医患关系是建立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所有的医疗护理手段都是针对病人描述的病情提供的。你看我们生活当中，就是你到医院看病，大夫问你有什么症状，你得如实回答，而且大夫绝对相信你会如实回答，因为病长在你身上嘛，或者你家属身上嘛，你撒谎对你没有任何好处所以很多大夫本能的就会相信病人的描述，因为他们认为病人出于对自己有利这种心理，他不会撒谎。就像有一年曾经在国内出现过这么个事儿，有人拿着一杯茶水冒充尿去验，机器给验出各种炎症，由此就有人骂说这个医院多收钱。其实不是，医院给你做检验也好，给你做判断也好，是建立在你真实提供你病情的基础上。你拿着一杯茶水冒充尿去验，你首先就是不如实描述情况，你怎么能愿医院给你开出错误的诊断呢？所以医患关系的前提呢是双方互信，都要提供真实的信息。所以说这时候大夫本能的相信迪迪的描述。你说万一医生不听这个诊断错了，病人因此遭受巨大的痛苦，你这不就成了大夫的责任了吗？所以这也是迪迪的谎话一直没有被医生察觉和戳破的重要原因。那这些年来呢，迪迪带着吉普西看过的医生数不胜数，他还不停地改变住址，以防留下清晰的医疗记录。再加上他女儿呢，吉普西又配合他的表演，渐渐的呢，医生已经开始相信这一切了。那么这个看似是个戏精的母亲其实确实是有病。这种心理疾病呢，造成了他的心理扭曲，也牵扯出后边一系列的事情。当然呢，他母亲是不是这个孟乔森综合症或者说就是想拿他女儿当摇钱树，迪迪这时候已经死了，也不能给他做真正的判断了。但他这种行为呢，也确实符合每一条医生在诊断孟乔森综合症当中可能出现的种种症状。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令人细思极恐的现象。一般来讲呢，这个孟乔森综合症的患者知道如何操控人心，受他们控制越久，受害者也就是说病人就越有可能跟他们合作。你简单来说，有的孩子为取悦父母，就会参与到父母骗人的勾当当中。你比方说，
迪迪对吉普西的控制时间很长，已经吉普西都到了成年了，谎言还在继续。那么这种情况下，就不可能是迪迪单方面欺骗，必须得有吉普西跟他合作才可能实现。那么其实直到现在，这迪迪对吉普西的控制和说过这些谎言依然继续影响着他女儿。那么这吉普西呢，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受害者，也就是说他也存在着演戏来配合他母亲的现象。你看警察一调查，果然如此。就尼古拉斯跟吉普西被逮捕之后呢，尼古拉斯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但是吉普西的态度就耐人寻味了。他一开始跟警方说自己完全不知情，这事儿都尼古拉斯一个人干的。而且吉普西被拘留之后呢，他给他的生身父亲罗德打了个电话，他对他爸爸说呀，自己是无辜的，这是个复杂案件，说我是我母亲共谋，这些新闻都是假的，我也没有跟尼古拉斯共谋杀我妈。后来一直到罗德上了法庭，控方向他展示所有证据，包括凶器，包括吉普西跟尼古拉斯短信记录。这时候罗德才知道，原来自己女儿也是参与杀母亲的共犯。这时候吉普西在法庭上才低下头，他没想到警方能找到这些证据，因为他毕竟他的心思没那么缜密。所以这时候他的生父罗德呀，内心五味杂陈，他觉得自个儿被女儿欺骗了。然而更多的呢是担忧，因为这个罗德并不是一个不称职的父亲。迪迪说那些酗酒吸毒啊，那是糟蹋这罗德的。罗德一直以来很关心女儿，而且多年来呢，他给女儿的抚养费没断过，时常给女儿买些礼物。只不过呢，这迪迪呢根本不让罗德来探望女儿，就怕罗德发现女儿根本没生病的事实，这才到处败坏罗德的名声。多年来这父女俩没见面，这罗德就表示说，吉普西出狱之后啊，我会极力弥补，让他过上正常的家庭生活。那吉普西这阵呢也认罪了，在证据面前他不认也没用，他承认自己跟男友合谋杀死母亲，但是他还给自己开脱，说自己受了药物影响才做出这样的选择。那最后呢，他的男友尼古拉斯呢，因为是实际下手的人，被控1级谋杀，被判终身监禁。吉普西呢，被控2级谋杀，判了10年有期徒刑。那么有人说迪迪是个操纵别人的专家，这吉普西有没有可能在多年被控制过程当中学到一些影响别人的技巧呢？吉普西说这些都真的吗？到现在这些呢，咱们已经无从得知了。但是这个案件尘埃落定之后呢，对于吉普西的所作所为呢，出现了一些不同看法。一些心理学家认为啊，吉普西受他母亲影响，具有反社会人格，这才导致他杀他母亲。你想啊，如果只是想反抗母亲控制，他有很多方法，比方说可以求助警察，比方直接从轮椅上站起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揭露他母亲，那母亲的谎言就不攻自破了。那吉普西为什么采取极端的方式呢？那就是说他呀受母亲影响，有了反社会人格。但也有人认为呢，他杀母亲结果是必然的，因为在他的生活里的母亲是绝对控制者，每次谎言出现漏洞，他母亲都能完美圆过去，圆谎的过程呢还能保持自己完美母亲的形象。所以这吉普西觉得生活越来越绝望，没盼头，只有除去这个控制者才是他得到自由的唯一方法。所以你看呢，这母亲呢为了满足自己变态的欲望，企图控制女儿的人生，不惜伤害女儿。这种事儿虽然极端，虽然觉得离我们很远，但真实生活当中啊，大家想想，想要掌控儿女人生的父母啊并不少，只不过没有迪迪做的这么极端。有的人呢一辈子在生活方式啊、求职啊、婚姻等各个方面都没走出父母的控制。这个极端情况下的吉普西呢，通过极端手段除掉了母亲，获得了所谓的自由，但他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普通家庭中活在父母掌控的人，也许一辈子都没法解开这道关于爱的难题。为什么？父母掌控你，以爱的名义，他们爱你都是为了你好啊，那你不应该不孝顺父母啊。所以其实我们很多原生家庭出现的这类问题，都是后天造成儿女在生活当中种种心理疾病的重要原因。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心理学家呢，也在这方面做了很大的研究，大量的研究。其实这里不难得出一个结论，父母所谓无私的爱，对儿女来说不见得都是件好事。这个华裔侦探李昌钰的这个故事，咱们前几期呢讲的都是大事儿，就说有可能由于李昌钰的断案影响美国历史进程，你比方克林顿这个事儿啊。那咱们今天呢说说李昌钰平常
就是断一些一般的刑事案件，也称得上断案如神。而且往往越是这样的案件，没有头绪的，他抓住头绪，才能看出李昌钰厉害到哪。咱们今天说李昌钰断这起凶杀案，就非常复杂。从技术含量上，比确定克林顿是否偷情啊，克林顿这个身边的助手是否自杀，比这个案件要复杂的多。我们说，既然是凶杀案，李昌钰绝在哪儿？凶杀案，你得有尸体吧？李昌钰断这个凶杀案没有尸体。这个事儿是发生在1986年，地点是哪儿呢？美国康涅狄格州有个小镇叫新镇。那么这个镇上呢，住着这么两口子，男的呢叫这个理查德，是个空军飞行员，也呢干个协警这些事儿，而且还能教人防身术，有两下子。女的呢叫海伦，是个空姐，而且是从丹麦嫁过来的。你看这两口子都是干这天上飞的事儿，在美国算中产阶级，收入可以，还有3个孩子，挺让人羡慕的这么一对儿，男的潇洒，女的漂亮。可是1986年11月30号，一个电话打过来，把这家庭就彻底毁了。什么电话呢？海伦不是航空公司的空姐吗？他这航空公司领导打过来，接电话的是理查德，这领导口气就很不高兴，说你媳妇儿怎么回事啊？这都什么时候，到年底了，航班这么多，怎么这10来天都不来上班了？干嘛去了？她丈夫一看，赶紧吧。这理查德说报警吧。哎，报警察局了。这警察局呢，马上就得展开调查呀。这丢了个人，这得找啊。这一调查呢，问到理查德了，你是她丈夫，你说说吧。你又说他19号走，怎么回事啊？这回这理查德呢，说我跟你说实话吧，这19号那天呢，早晨呢，他摔门就出去了，再就没回来。说他摔门干嘛？我俩闹点别扭。说什么别扭呢？18号晚上我们俩吵了一架。说因为啥吵架？说你是不知道，我媳妇儿最近呢，我发现她总往加利福尼亚州打电话。我们两口在加州没说呀，这他往那儿打电话干嘛？我有一天就借这电话我打回去了，结果是个男的接的，这不明了吗？外头有事了吗？根据这个电话找到加州那男的，那男的说我都冤枉，你看我跟他我俩没啥事儿，就是坐飞机，他不空姐吗？我跟他聊天，聊长俩人熟了，有时候打的电话我是真没事儿。好，那就把这10多天这个男人的行踪一五一十调查一遍。一看呢，无论任何时间人家都有证人证明我在哪儿，没有任何机会说接触可能跟这个女的在一块怎么地，没有。弄到这块儿，警察局一看还怎么调查呀？找点新线索吧。哎，新线索来了。什么线索呢？有个私家侦探到警察局说，我提供过线索，不是这海伦失踪了吗？在这个86年，就是6、7月份间，这海伦找过我，干嘛呢？让我调查理查德。调查什么呢？说这理查德有外遇。哎，这个线索警察得到之后挺高兴，为啥呢？这就说明有一种可能，这理查德跟妻子发生口角之后，一狠心灭口了，把他妻子杀了，所以才10多天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那按照这个，警察展开正常程序调查，把理查德叫来了，哎，就问这事怎么回事。这理查德说哪那么些乱七八糟的，没这回事。说没这回事，你怎么隐瞒一些事实呢？这个案子就僵到这儿了。警察确实也拿不出理查德杀人的证据，这案子不弄不下去了吗？弄不下去归弄不下去了，
这案子得查呀。说咱们都没这本事了，请谁呢？废话，当然请李昌钰了。咱们这一天说的就李昌钰，想到找李昌钰，因为李昌钰这本事全美国都服气，把李昌钰请来了。说这案情一介绍，李昌钰一看这个事儿啊，他分析了一下，李昌钰说我也觉得呀，这个理查德嫌疑最大。他这样吗？咱们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啊！这个人失踪，有可能被理查德杀了。那杀了之后，他把尸体弄哪儿去了呢？这方圆几十里，他最近这10来天有证据证明理查德没出过这镇子，那就这个范围啊。咱们先查查这尸体在哪儿，找着尸体就有线索了。所以李昌钰呢，动用了什么呢？动用了直升飞机。这个直升飞机有什么特点呢？在空中往下扫描。你想想，它尸体要埋到那儿，它腐烂的时候不得释放热量吗？这一放热量，红外线就扫描到了。所以这不就这个道理吗？所以就扫了一遍。令他感到崩溃的是没有任何迹象说这附近埋了尸体，没有。万般无奈之下呢，想个办法，说不行，咱用测谎仪了。刚跟理查德一提，说我们准备用测谎仪，看看你说真话假话。理查德特动作，赶紧的，我都等不及了，赶紧的，你用个测谎仪证明一下我是清白的，我不是凶手，我没杀他。测谎仪显示这是真话。那么在接下来调查的时候呢，李昌钰虽然没有找到明显的证据，但是他有了线索。什么线索呢？他一调查发现这个理查德嫌疑更大。首先一个，理查德呢有个背景，他以前曾经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这个中央情报局特工这些人厉害，厉害在哪儿呢？反测谎仪的能力，他们都经过这种训练，就是你说谎话，你也能控制自己内分泌，心跳不加速，皮肤不出汗。这个凡是特工，他受过这训练，所以3次通过测谎仪测试不足为奇，因为他是特工干过这个。说这就顺着这往下查吧。可是你这尸体找不着，这个案情就没法进行。所以正在李昌钰感到也一筹莫展的时候，警察局又给他提供了线索。查来查去，查到一个清雪工，查出线索来了。这个清雪工呢，提供了线索。这个清雪工18号晚上就出来了，一直干活忙活到19号凌晨。就在19号凌晨的时候，他这开这清雪车正在清雪，前面到对面，这是后半夜2、3点钟的时候，开过一辆卡车过来。这卡车后头拖着一个碎木机，就比较常见的大圆筒，把木头扔里头，木屑就喷射出来。就这木屑不可以燃烧吗？可以点燃当燃料。碎木头的机器，一个大卡车后拖碎木机啊往前走。俩人正好，你那个时候下大雪，谁能出来呀？人这个清扫工就挡着这道清雪，这卡车司机下来就骂：“干嘛了？啥事？躲开！”这清扫工挺委屈，你横什么横啊？俩人就吵2句。他为什么来到这儿跟警察提供这线索呢？他因为警察调查说理查德你认不认识？这清扫工说就那天晚上冲我竖中指骂我这个，半夜3更出来的那卡车司机。这个线索提供给李昌钰，李昌钰能耐大就大在这儿，他突然展开一系列联想。他想起来调查过程当中啊，理查德他老婆一个女朋友给他提供，说理查德呢好钓鱼，钓上鱼了得吃啊，一次他能钓好多鱼上来，那你这要不冷冻不就弄坏了吗？他就买了一个大冰柜。这个时候李昌钰就想了，如果理查德把他老婆杀了，然后放到这个冰柜里冷冻，你别忘了冷冻好的人啊拿出来了，那就跟那木头没区别。他后边拖个碎木机，这不就等于把这个人扔到碎木机里，他一搅碎尸了。他一展开这个联想，调查一下。怎么调查呢？这种碎木机附近哪个地方能租到？因为一般那个东西没有人去买那个，你去租
家里有用的，美国人自己有林场啊，有的农场什么的，碎木头经常用这个。一调查附近就2家租这个碎木机呢。你说查到这儿，李昌钰一看，料到办节日怎么进行？哎，他在家冥思苦想，想着想着，他又琢磨出了一条道。你想，他这个拉这个碎木机，他干嘛去？根据这个清雪宫提供的，哎，说他又往前开，往那边走了。哦，按这个方向垂直是河边。一想到河，李昌钰说有了。这个时候呢，下雪的时候呢，河并没有封冻，还是活水流着，没冻上，温度不到。李昌钰一琢磨，他如果用碎木机这理查德把他老婆尸体粉碎了，这碎木机的原理是往外喷木沫，那他奔河边干嘛呢？肯定是把这碎尸喷到河里，这河水是流着的，唰把这碎尸带走，你哪儿找去？李昌钰一想，这个理查德手段呢，真用他干的可太高了，但是他难不倒我，怎么着呢？你琢磨呀，这个碎木机喷射距离就是15英尺以内，他要想让这个碎尸能进到河里去，非得在河边15英尺以里找个地方停下。那连卡车带碎木机占挺大地方的，得有一个相对开阔的地带，还得是离河边15英尺的，还得是河这头，他不可能从桥上开过去到那边来吧。所以根据这个，李昌钰带着自己手底下人给我查这条河这沿边哪块是空地能停下卡车，能放置上碎木机，而且是15英尺以内。一找总共有8个地方符合这条件。这回好了，撒大网吧，干2件事。头一件事，领着手底下人，这8个地方上面还有雪呢，先融雪，把雪弄融化了，然后这不露出这地表了吗？土地吗？哎，搁筛子布把这土往下上刷，然后找最后剩下什么，就在河边一个空地上找到了什么呢？56块骨头，这骨头都是小碎渣，有人头盖骨，有手脚骨头，还有其他部位骨头，另找到了2000多根头发，还有半截手指头。你可以想象得到，一个人要把这些零件丢了，这人活得了活不了啊。另外呢，他又雇了蛙人。什么叫蛙人？就是穿潜水服下水那个。干嘛呢？万一是有什么其他证据，包括大一点的石块真掉在河里没被冲走呢，你们下去给我找去。哎，这一找着线索了。说这电锯干嘛用的呢？李昌钰说这个好解释，那个碎木机啊，有点像咱们家里用那个水果榨汁机。咱们说把它榨梨汁，你不可能把整个梨扔进去吧，你得用刀先把它切成块，搁里头榨汁。碎木机也这个道理，你先把木头切成一片一片再碎。那么同样这个道理，他要碎尸，他得用电锯把尸体拉成几块，大卸麻块搁到里头。这电锯找着了。按照这个道理来讲，这电锯上应该有证据吧？果然，这电锯上找到了死者的血液和一些肌肉组织，一对比正是这个死者。那么你怎么能证明这个电锯是理查德的呢？美国这卖电锯上面都有编号，你根据这编号一找发票不就找着了吗？哪个地方都有这发票。过了多少年，李昌钰都说我连我老婆生日都忘了，但这电锯号我记得清清楚楚。他记得多少？电锯号是E5912616。就过多少年，李昌钰都记得清楚。为啥？这对他太重要了。然后他拿着这个电锯号找，这一查都联网的，查到那家商店，再找发票一看，理查德买的，这不就连上了吗？所以这些证据拢到一块儿，终于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这回你理查德可跑不了了。你看这多少个碎木机，整个租用的证据，电锯就是你的。私家侦探证明你跟你老婆关系并不好。那个清雪宫证明那天晚上你确实出来了。所有这些证据联合到一起，这就是完整的证据。这理查德还不认账，没杀人啊，没用。美国的陪审团一致认定理查德有罪，判他50年有期徒刑。到现在这人没死，他在监狱里待着。他虽然不认罪，你这证据链条是完整的。
所以你看李昌钰下这番功夫，那是相当到位。就这个案件，让美国他的一些同行那佩服的直挑大拇指，真了不起。咱这事儿没说完呢，后边还有。隔了10多年以后，咱不说这个理查德被弄进监狱了吗？50年监禁，他不认罪吗？哎，98年他认罪了。为什么他认罪了呢？因为98年我们知道克林顿莱文斯基那个事儿，咱们以前节目说过，李昌钰从这里边断定你克林顿跟莱文斯基确实有事儿。这个事儿呢，在新闻的全美国人都知道。我们刚才说这理查德在监狱里也知道，理查德就给这个李昌钰写封信，说我佩服你，我原先不认罪，我现在认罪了，确实就像你断的那样，我老婆是我杀的，碎尸然后弄到河里头。我本来以为我干的这个很高明，天衣无缝，没想到你太厉害了，你通过这些东西蛛丝马迹帮我绳之以法，我佩服你。我现在为什么认罪了呢？以前你就收拾我的本事，我一看美国总统你都收拾，哎，你是真英雄，我服你。哎，不服能人有罪，我呀今天认罪悔改，也算是表达我对你的这种崇敬之情。你看李昌钰，咱们说真没两下能做到这点，让他的对头罪犯都服他。咱们看武侠小说古龙小说里有那么一句话，说你的敌人比你的朋友更宝贵，能当你朋友的人很多，能配得上称你对手敌人的不多，所以往往敌人对你的评价是最准确的，比你朋友的评价要更准确。你从这个角度来看，李昌钰让他被他绳之以法的罪犯，他的死对头都死心塌地的佩服他，这足可以看出李昌钰的能耐，真是当之无愧的当代福尔摩斯。